大家好，比特币昨天又跌了，不过利润我还是选择 HODL，包括2年之前做多的，以及这一次8万以下再买入的比特币，一样不准备卖出。那等下来聊聊美国关税，以及巴菲特，或者是这一个 VIX 恐慌指数。最近事件是非常多哦，那比特币下一步到底会怎么走？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 OKX Web3 钱包，它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去中心化钱包，上面可以买卖一些没有上市的代币，当然也要注意风险哦。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这2天一些朋友也在开玩笑啊，比特币目前是总统行情，由总统说的算。前2天特朗普是要增加其他加密货币战略储备，一根大涨接近 10%， 然后今天4号美国针对墨西哥跟加拿大 25% 的关税已经生效了，昨天又一根大跌，现在价格是又回到这个箱体的区间。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利好的时候大涨，就这3天哦，包括昨天这一根大跌的 K 线，我们来看一下3月3号，也就是这一根 K 线的收盘，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主力这几天他好像也不想买哦，而且反而是在卖出了2800多枚的比特币。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ETF 机构最近的动向哦，前面流出了几天以后，28号是流入了接近1亿美金，有可能就是在低点低于8万美金的时候，可能机构才会有买入的欲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3号好像是没有数据了，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我们根据图表来判断一下，就是最近事件这么多，比特币的价格其实站上去就不应该再回到这个9万美金。那既然回到这个9万美金，包括美国那边的关税，巴菲特这几天也是罕见发文哦，他说关税是战争，关税有可能会引发通胀，并且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关税有可能会变为商品税，最终有可能会有消费者来买单哦。所以最近的价格是很难操作哦，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期货这一块也是没有敢继续再开单。那我的观点是，既然消息这么多的情况下，它价格又回到这个箱体，我们尽量还是观察一下前面给大家判断的这上方的一个箱体，你如果复制一个箱体，它如果还在这个箱体震荡，尽量继续观察，也就是这个低点的区间，它会不会在这个箱体里面继续箱体盘整，有没有可能就是为了等待最近的消息，等沉淀一段时间以后，后面我是相信比特币整个大长线，我个人是觉得还是要继续看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下方对比的是美国的这一个 VIX 恐慌指数，也就是对应的是美股最近是在下跌，所以整个市场最近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恐慌的情绪，包括新闻也是有报道，比特币自去年的12月份这个恐慌指数突破20，最近是又来到接近这个20的区间。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正常的市场就是没有什么黑天鹅事件的情况下，一般这个恐慌指数很难来到这个20的区间。如果有什么黑天鹅事件，或者是这个恐慌指数高于20，有可能往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就算没有来到20的区间，没有高于20的区间，我们回顾一下比特币在去年的9月份这边开始启动一波上涨，有几次来到这个20的区间，对应的这些低点都是比特币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或者是有黑天鹅事件，因为当时比特币在2024年的8月份这个位置，美国的失业率是上升，然后引发了什么萨姆衰退，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这个恐慌指数来到30或者是40，最终崩盘的低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的位置。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哦，包括比特币在2023年当时 25K 到 26K 的位置，这个恐慌指数也是很少或者是高于这个20哦。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的经验，如果有黑天鹅事件，也就是在2023年初的时候，美国那个硅谷银行倒闭，恐慌指数
突破20，往往大跌的位置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上一轮牛市之前底部起来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恐慌指数很少就是高于20，后面疫情恐慌崩盘的时候，这个恐慌指数破天荒的来到80左右，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暴跌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买点。所以现在的比特币这个恐慌指数，昨天晚上美股是下跌，然后恐慌指数来到20上方，我也不知道最近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整个大长线我是相信比特币有可能就是箱体盘整，很像2020年的当时这个位置，后面价格是最终继续上涨了5倍到6倍。然后最近有些朋友也是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坏的事情，或者是美国的关税上升，加拿大目前也是抵制要针对1550亿的加元美国的商品要提高关税。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 CPI 数据既然巴菲特是有提到关税是战争，有可能会引发通胀，后续我们重点再去跟踪一下，也就是最近很多朋友担心的，如果 CPI 在上升的情况下，美联储那边的利率有可能降息的预期会继续减弱，那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市场的流动性？所以我们最近尽量去跟踪一下3月12号的美国的 CPI 数值，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美联储利率或者是下一步不降息的概率是接近91%，也就是维持 4.5 的利率，目前概率还是91%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最近事件是有一点多它为什么价格不涨？可能只是短期的，它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之前空间涨太多了，短期有可能只是在盘整，或者是等待这些事件什么时候能沉淀，比特币有没有可能还是在这个箱体的区间。但是我相信后面只要时间到位，或者是事件沉淀完以后，比特币整个大长线目标还是一样，30万我可能不一定会卖出，有可能50万美元我到时候再考虑会不会是比特币的顶部。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